寸之地，碾落做成泥。冷眼照风云，楚河我自知己，叹命运。只见众生如云，黄沙淘尽。 剑入纸，举中指，算如云，步步险中影。纵使真剑气，一命破残局。举中指，冷如雨，缓缓虚实境，天地作证。 不就等他谢燕来回来吗？至于咱们这么多人在这等吗？就他是个什么东西？行了行了，家主吩咐的。怎么了？是要干什么呀？谢燕来，大晚上你发什么疯？就是发什么疯？谁给你的胆子这么跟我说话？重新说一遍。你别以为你得势了，你就欺负人。就是啊。仗势欺人，不是你们最擅长的。 我们谢家可没有这样的破烂货，既然是公然滥笑，要是笑啊笑啊！听说他现在比三公子还要得势。他如今任皇家禁卫统领，是那长公主亲自安排的，显见得了势，指不定会怎么报小时候的仇呢。九公子，按照三公子的吩咐。 给您刚腾出了一个院子，我带您过去。带路。哦，是。阿爹，阿爹！ 谢岩方向借刀杀人，邓一在等鹬蚌相争。但是阿爹的身体，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。我明明记得上一世，阿爹此时不曾病重，大婚之后才因为那有毒的沙枣膏，身体每况愈下。难道是我疏忽了什么？公主，喝点水吧。 公主，您别急，我来给您算一卦。哎，没事，啊，这裂纹朝东是逢凶化吉的兆头。逢凶化吉。
他便是极有凶。阿乐，你帮我去给楚唐送封信，再请一个人过来见我。嗯。今晚辛苦弟兄们跟我走一趟，你带兄弟们去买点喝的。谢统领，长公主有请。我要回云中。长公主可曾知道四逃皇城的后果？我知道。邓毅和谢艳芳必会起义。阿乐行走江湖时，认识不少道医，偶得医药方，服后高热昏迷，脉象如重病。届时再让阿宇下令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姑一定不会让人来打扰姐姐。阿乐，带陛下回去休息。是，公主。反正我称病不出，正好投了朝臣们的下怀，自然不会有人深究病情真假，这本来就是他们想要的结果。你觉得你能瞒住那2人几时？况且萧寻已经回到了萧南，如果让他得知消息，绝不可能让你轻易的回到边郡。这些你可都想过？想过。正因为萧寻走了，我才能走。朝堂有你在，我就想快去快回。阿九，帮帮我。在我和你说的那个梦里，我梦见我阿爹浑身是血，我就想知道我阿爹过得好不好。我还有很多话想要和他说，我不想未来留下的全是悔恨。遗憾不能弥补的滋味，你能懂的，对吧？我还是不放心。你知道，你拦不住我。阿九何时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？这都送出去快30里了，莫不是舍不得我？你放心，我虽然武艺生疏，可我日日都有勤学苦练。就你那点功夫，遇到真正的高手，根本就不够用。你个小贱蹄子，我看你往哪跑！我供你吃，供你喝，你学会跟人私奔了是不是？老娘今天打断你的腿！老汉饶命，小的认错人了。二位的这个马车，跟我要找的实在是太
想了，怪小的眼拙，一时冲撞了二位。认错人了？那你原本想找的人是谁？小的是在欧阳镇开花楼的，我的头牌跟着上京的一个书生给跑了，我是特地来抓人的。可是没想到拦错了马车，求二位贵人高抬贵手，我真的不想死。别装傻，谁派你来的？没有人派我来，真的没有人派我来，我真的是认错人了，我不想死，别杀我。他看起来不像撒谎。你们走吧。谢谢好汉，谢谢好汉，快走快走快走。你这点倒是跟老头一模一样，那么容易轻信他人。我14岁就一个人从云中郡来到楚都，好人坏人我还是分得清的。我知道了，但也有例外，不是吗？比如萧寻。你说的也没错，看错人又怎样？知错能改不就好了？何况我相信阿九不会让我错第2次的。拿着，别忘了我教你的。不是说我那点功夫没用吗？无妨，我擅长智取。这个你也收好。你可知这长公主令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信任你。我先暂时替你保管，也替我守好阿宇。你也注意安全。摘下傲骨血肉成鞘，星火在风起煎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寒夜烧出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想深愿低头。天黑路远，路上小心。总是有功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指尖冲破天光一刀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宫阙九重暗角，只为人笑，纷纷扰扰，人间惊鸿把你照照。星火在风息煎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寒夜烧出破晓。你可知这场公主令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信任你。是有光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于途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已信我到心的骄傲。世子，刚得到消息，长公主昨日突然急症，高热不退，不再上朝。哦，这么巧啊！云中郡急报说楚灵病重，想不到他们父女二人还真是情意相通啊！若是昨夜出行，恐怕主朝已经不在楚都。既然已经出来了，就不要回去了。楚都去往云中郡，毕竟无恙镇。你去派人对镇外蹲守，务必保证万无一失。属下这就去安排。
马超，停车。我们走到哪儿了？再有半日，我们就到五阳镇了。您稍等一下，我把马套一下，紧紧缰绳，马上就走。按照萧群的性格，他若收到宫中我称病的消息，必然有所行动。吴阳镇定有人蹲守，马车进城太过显眼，不安全。你在镇外10里将我放下，沿着西北官道一路直行，记住，千万不要停。好嘞。果然不出我所料。老板娘，那些人看着不像善茬，是干什么的？山匪吗？哟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啊！我们五阳镇可从来没闹过山匪。他们啊是乡绅府里的护卫，说是主家逃了个偷财物的丫鬟。抓丫鬟？可不是嘛！领头的那个啊凶得很，连姑娘家的帷帽都要掀开看的。老板娘，倒茶。哎，来了。太傅大人，长公主染病静养，不见外客。长公主病情牵涉朝堂，本官奉监国之命查问，你敢抗旨，你放肆！监国之权不涉后宫，再往前一步，我的剑可不认太傅。好，很好。谢统领，咱们走着瞧。为了他，邓毅都敢得罪。职责所在，谈何得罪？铁鹰离了萧南郡，沿楚都到云中一路布防。你真觉得他能活着到边郡？他可比你想象中的要强大。是，那聪慧过人，即使能躲过萧雄的劫杀。可他忘了一件事：去边境这一路，山匪横行，只怕是躲了虎豹，又进了豺狼窝。一个弱女子，若不幸真的遇到这些亡命之徒，你猜她能活过几个山头啊？九弟，好好守着这皇城的安危。免得等长公主死讯到来之时，没人替她大领发丧。小贱蹄子，一个赛一个能跑。怎么，我这吃的不好，穿的不好啊？花了老娘20两大银买的，能干就干，瞎了你的狗眼了！又见面了。让开！大人，西北的官道有马车踪迹，那马蹄铁纹路有些特殊，像是楚都的马匹。报！征北方向杀囚后捡到死物，绣着“昭”字，应该是京中贵女所用。报！
东北方向有女子雇了镖队，说要护送她去边境，出手十分阔绰。3处踪迹，倒会故布疑阵。传令，兵分3路，西北、正北、东北方向，全部都给我追。大人，若贸然追查，恐怕宁可错杀，不可放过。但凡可疑女子，一律拿下。撤！撤！老徐，这牛肉不错。医生，哎，你这驿店虽小，倒是挺会照顾人呐。军爷们往云中郡去送信儿，这一路上风餐露宿，那到咱这儿那跟到家一样，是吧？自然得吃顿好的。这丫头哪儿来的？不是你们这人的。这丫头命可苦了，她爹啊在边郡当差，他们母女俩千里迢迢去投奔，没成想这半路上她娘亲就染上重病了，这眼看着这人就……求军爷们带我去云中郡，我想要去见爹爹一面。这军情紧急，路上耽搁不得。军爷，这孩子懂事儿，路上不会给你们添任何麻烦的。到了云中郡，这个楚将军治下严明，他要是知道你们几个行善，说不定还能给你们记上一功的。你说呢？我们是望城军营的幸兵，与楚将军也有过几面之缘。把头抬起来。边郡驻军繁多，报上姓名、来历。哦，他叫……让他自己说。哦，我叫阿福，爹叫杨大春，是云中郡大青山营塞上屯，属楚灵将军麾下。这是爹的信。这字儿倒是写的不错。带我们去见你娘，若情况属实，我们便带你上路。哎呦，快起来！我带你们去。娘，有军爷往爹那边去呢。娘，喝点水。军爷，你们是往大青山营去吗？不是，不过我们顺路。你的丈夫叫什么？多大年纪？在谁帐下？哎，这爷刚才不是问过了吗？让他自己说。我丈夫杨大春，3月初7，在楚将军帐下。娘，陆家做了一双鞋，你一定要亲手把这双鞋交给你爹。丑话说前头，我们军务紧急，行脚快，行路辛苦。小姑娘，到时候你能跟上就跟着，跟不上，我们可就不管了。军爷，能带多远就带多远，这样阿福离他爹越近，他爹找起来就更快一些。阿福还不够谢军爷，谢谢军爷。娘，行了，明天一早我们就启程。若是你有幸能够见到我们家男人，你也一定要转告他，奴家这辈子能够有幸与他结为夫妻，死而无憾。
拾吧，我们刑期有定，不能多停留。哎，对不起。你这儿有没有与我身形相仿的姑娘？怎么，原来贵人是要寻一个替身啊？难呢，就您这身段儿，清瘦高挑，这寻常女子怎么能有您这身？有，要几个都有。那你有孩子吗？啊？你方才为什么多说那句话？我一个将死之人，我思念你爹，回顾一下往昔，这是情之所起，情不自禁，感动天地。你还太小了，这个男女之情啊，我还是要比你懂一点的。边郡君父，从不会说这种酸词。哎，怪我行了吧？哎，那明日您真的要跟那些信兵去，不会被识破吧？当然要走，因为我也发现了他们的秘密。什么秘密啊？九弟回到自己家里，倒是像做贼一样。我有事相求，不宜声张。这真是稀奇了，没想到你也会开口求人。助我离京。你是禁军统领，不得擅离职守，规矩你比我清楚。你说的对。去往云中郡的路上危机四伏，他身份特殊，若出个意外，九弟，我还从未发现你如此在意一个人。长公主可以借病遁走，你若想离京，不脱层皮可不行。可想清楚了。你若助我，算我欠你一个人情。干粮和水囊都备齐了，路上你当心啊！谢谢您，还要辛苦您照顾我的母亲。啊，你就放心吧。撤！殿下，你先别玩了，今日功课尚未完成，若让太傅知晓，别烦姑，你再啰嗦，姑便命你去捉百只蟋蟀来。陛下为何不读书？舅舅，你来的正好。你瞧，姑这笼子里的蟋蟀，可比《论语》有趣多了。陛下，这御书房可不是嬉戏之地。你敢惹姑的蟋蟀？陛下！大胆谢延来，你敢对姑动手？哎呀，陛下！谢统领，您这是？禁军统领谢燕来御前失仪，推搡圣驾，此乃大不敬之罪。若纵容此风，朝纲何存？太傅严重了吧？舍弟素来恭谨，侍奉陛下更是尽心。
陛下年幼顽皮，或许只是一时玩闹，失了分寸。谢大人此言，是在暗示陛下污蔑臣子。臣岂敢？只是禁军统领一职，关乎皇城安危。若只是因阻拦陛下嬉闹，便轻易问罪，岂不是寒了将士们的心？谢大人真是护帝心切，可长公主久未临朝，禁军又跋扈至此，莫非谢家觉得这朝堂之上已无人能约束？太傅何必牵扯长公主？她病体未愈，陛下仁孝，特赐她静养。至于约束，太傅带军理政，不是最好的约束吗？够了！谢燕来对姑不敬，姑罚她停职自省。太傅，替姑拟旨。陛下圣明，只是禁军不可一日无主。臣举荐副统领暂代其职。不必，禁军事务暂由本官亲自挑选，交由陛下圣裁。随太傅安排吧，姑累了，退场。臣等恭送陛下。禁军统帅傅九冲撞圣驾，国旗停职待诏。九弟，这是陛下让你捎给长公主的信。我很好奇，长公主到底给你下了什么迷魂汤？边军5年。我不欠人情，就这么放心把阿玉交给我？这皇城里多少豺狼睁着眼，所以他只能交给你。他是谢家血脉，也是你的亲外甥。那就将长公主令一并交给我吧。他若信你，自会给你。大局当前，九弟该清楚轻重。如今朝堂势力权力三分，邓毅中书李昭，我门下附和，长公主凤阁朱批不过，6部不得用印。我答应会不惜一切护阿玉的周全。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但是你别忘了，长公主令只能阻止邓毅私自下旨。别无他用。若我真想用这块令牌做什么，也必须经过邓毅的玉玺答应。有他在，只是为了方便我与邓毅之间互相制衡而已。所以九弟，你不用怀疑我的用心。更何况，没点交换，怎么让我心甘情愿完成你的买卖？这枚棋子离了棋盘，倒腾出半片江山，让您与谢家公子对弈。大人不打算趁小皇帝羽翼未丰，布个君臣恩义的局？萧雨这孩子，幼时受惊太重，人一多，就爱往楚昭身后躲。不对，楚昭离京，谢燕来停职。这对谢艳芳有何好处？他今日在朝堂之上，
似是乐见此结果。好你个谢艳芳啊！一时不察，我竟然成了你棋局中的过河卒了。难道他是对陛下另有所谋？无妨。谢艳芳这个舅舅是个空名，陛下见他疏远得很，天生亲近不来。就怕谢艳芳抢个先手，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。放心吧，他不敢轻举妄动。毕竟朝堂这盘棋，既要抢先手，也怕落错子。只是楚灵若死，说墨铁骑直逼楚都，届时恐怕您与谢家谁都不能全身而退。你说的对，所以这局棋虽不知道对方如何落子，但我与他皆知，楚灵现在不能死。谢远来申时出客出城，骑的是您最喜欢的那匹乌骓。按脚程算，此刻该到北曹镇地界了。他倒是听话，竟没怀疑我安排的马有问题。怎么会呢？您给的可是谢家最好的马，他该感念着您才是。不过这回他还算识趣，真把长公主令牌交给了你。这个令牌没什么大用，但是给邓毅添堵，还是绰绰有余。只是谢安来明显对长公主生了其他心思，您说会不会日后她更不受我们控制了？驯狼崽最妙的，就是让他以为自己咬断了项圈，可项圈早就换成了金线。他越挣扎，勒得就越紧。他这次奋不顾身去救楚昭，以为是在反抗，实则早已将自己的软肋暴露无遗。他当初跟我说，楚昭很聪明，我原以为他一时被情绪左右，失了判断。这个女子演得那么拙劣，又那么着急，哪里聪明啊？直到现在我才明白，能让九弟这般模样，确实是非一般的聪明。是我眼拙了，没看出你还有这般玲珑手段。断肠苦枝残烧，衔泥沼，平遥生云霄。摘下傲骨血肉成鞘，星火在缝隙间熬，烈焰中咆哮，八寒夜烧，烛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想向远低头。就绕，总是有光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于渡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一心我道。无惧路遥，流萤生于浮草，也要燃烧，只见冲破天光一道，让这万世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宫阙九重暗角，只为人笑，纷纷扰扰，人间惊恐把你照照。星火在缝隙间熬，烈焰中咆哮，八寒夜烧，烛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
也不向深渊低头，求饶。总是有风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鱼肚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一心我道。不惧路遥，人生已浮躁，也要燃烧。指尖冲破天光一道，让这满是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在方寸之地，碾落做成泥。冷眼照风云，楚河我自知己，叹命运。只见众生如云，黄沙淘尽。剑如纸，举壮志，散如云，步步险中云。纵使真剑气，拼命破残局。举壮志，冷落雨，缓缓虚实境，天地作证。玉，宪兵府。这是边军惯用捆绑犯人的手法，难道出内贼了？我们是望城信兵，山匪穿了我们的衣服，往北曹镇那边的驿站去了。北曹镇驿站直通云中郡。看姑娘举止仪态，不似寻常人家，为何会沦落至此？阿娘疼我，说想让我看着金贵些，日后找婆家也能少受点委屈。啊，这荒郊野岭的，可不是姑娘家能来的。若遇草寇，您身上的信报比我值钱。夜路崎岖，你又孤身一人，若遇歹人，怕是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，当真出个意外差池，后悔可来不及。你也是女人，你都不怕，我怕什么？说话时，头部无突出，桡骨角度平缓，锁子甲肩胛下垂3寸，说明肩部窄于正常男比。膝盖垂直内收，落地时足尖先触地，而非全脚掌，是女子避免裙摆沾尘的下意识动作。破绽不在于伪装，而在于习惯。婶子，你的样貌伪装得很好，但长久以来的动作习惯却骗不了人。
你早就知道我们不是信兵。我从小在军营长大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士兵。而且，你们的种种行为不像是信兵，倒像草寇。既然你已经识破，为何还要跟我们走？婶子不也一样吗？丽娘的那句至死不悔，到底还是露了破绽。你早就看穿了，不也还是让我跟着吗？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？哎呀，是个聪明丫头，可惜了，聪明人都活不长久。怎么？婶子还想杀我？在驿站，我确实看穿你和那个女人在演戏，但我还是带上了你，因为我想看看你费尽心思演这一出，到底打的什么主意。把刀放下。我说，把你刀放下。阿九，你们到底是谁？你们假扮信兵，是想截获情报。关于朔漠的情报，魏将军楚灵向来所向披靡，不可能轻易被一支朔漠小队钻了空子，除非有人泄露了军报。你怎么知道？可若是非亲非故的话，为什么这么做？除非你们是朔漠人。朔漠人不可能穿过云中郡。我们是苍木寨的人。我们也怀疑是有人泄露了军报，所以才找上信兵，是想找到这朝堂之中谁在勾结朔漠，威胁云中郡。苍木寨向来神秘，鲜有人知，而且从不过问朝堂之事。你们为何要管这闲事？我听闻当年楚将军剿匪，杀了你们的先寨主木棉红，你们不恨他吗？为何还要帮他？我们虽是一介山匪，但家国与私怨孰轻孰重，我们还是知道的。楚大将军驻守边郡20年，守护大楚平安。若被朝廷中人勾结朔漠，因私加害，大楚危矣。又何况这小小的苍木寨？实不相瞒，我是楚灵的女儿。听闻父亲病重，着急赶往云中郡，不料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，不得已才乔装，随信兵出行。二位若遇到麻烦需暂避的话，可要随我上苍木寨。鱼，哎呦，周姨，你是打尖啊，还是住店呢？今日可有女子去往云中郡？商队确实是不少，女子也有。不知爷您说的是哪位啊？哎呦，一个偷了家中财物跑出来的丫鬟，细皮嫩肉，不像吃过苦的。这荒道上行走，这个丫鬟都少见，你更别说这种细皮嫩肉的这。没见过。撒谎！见过。月巡弄，他到底在哪儿？容小的好好想想啊！我想起来了，有这么个人他前2天在这暂住，说是去云中郡探亲，后来就跟着一队信兵走了。这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但是我知道他娘亲的下落。娘亲？对，他娘亲雇了个马车送自己回咸阳老家了，就在往北3里地那个车马行雇的。
军爷，您这是欠了我那么多的钱，你前几日，可有个叫阿福的姑娘来过这儿？军爷说的是什么话呀？咱们这儿的姑娘这么多，哪能记得住名字啊？别装傻！她花钱雇你演戏，然后跟着新兵走了，是不是？是，他骗过那几个新兵往运中军方向去。很好，连老天爷都想让你死。撤！这片林子处处透露着古怪，机关陷阱不下100余。倘若这只是一个贼窝，未免也过于隆重了。他们真的可信吗？我不确定。不确定你非要来这儿？葛大神所言非虚，与我知晓的旧事印证无差。看来苍木寨与我父亲当年，并非如外界传言那般势同水火。铁鹰并非愚钝之人，我那点障眼法，至多再拖半日。眼下敌众我寡，硬拼非上策，不如暂借苍木寨栖身，待探清虚实，再议后继不迟。所以，你还是在赌？有你在，我才敢赌啊！你还得意上了？昨夜你分明没有自保之力，但你却惹怒那些山匪。你可知道，昨夜我若是晚到一步，你可就成刀下亡魂了。他们若是想杀我，早在我揭穿葛大神女扮男装时就动手了。所以你就敢赌命？这个时候，葛大婶带人假扮信兵窃取军情，一定不是为了害我爹，而是为了查明真相。换言之，他的确是在帮他。你就不怕刚出虎口，又入狼窝？虎口拔牙，狼窝犯险，不就是咱俩每日都在做的事吗？大姐回来了！大姐回来了！大姐，大姐回来了！回来了！大姐，来，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听我吧，大姐。哥哥，三儿，哎，见客来了。呀，这是我弟弟，苍木寨寨主葛老三。见过寨主。小曼，坐。你怎么还带俩人回来？借贵宝地避个难。避个难？那二位怎么称呼？他叫阿九，我叫阿福。阿福啊，好名字啊，听着就有福气啊。葛大婶，有件事情我想问。我知道你想问什么，别担心。刚才一路进来，你们也看到了。我们名为苍木寨，藏身在这苍木林。山下有句俗话，进了苍木腹，哪有回头路？这林子又大又深，是个天然的堡垒。再加上那些机关陷阱，竹林搭天网，藤蔓缠地锁，生人闯不进，野兽绕道走。在这儿，保管比外面安全。那如此隐秘的宝地，大婶就这么放心带我们进来？就不怕？苍木寨看人最重眼缘，既信了你，便不会怀疑。小曼，先带他们去安置，等外头安全些，你们再上路也不迟。多谢大婶，给寨主添麻烦了。不妨事，不妨事。来，这边请。
那个好好休息啊。姐，她。 这头领，这头领，玉，这头领，不好了，我们要追的新兵队和长公主，全部在仓木寨方向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跟去的兄弟，全部丧命在了仓木寨山匪手里。仓木寨，我答应过世子，我一定会把楚昭的人头给他带回去。全体听令，加快速度，向仓木林进发。 一个活口都不要留，我倒要看看这帮山匪余孽有什么能耐护得住他。撤！他们让你休息，你可倒好，直接搜刮到人家的武器库来。仓木林大，虽然他们表面上对我们和善，但不探查一番，你我如何真能放下心来？我竟不知。 你初入江湖，心思倒比我稳重。哎，你来看这个，小心。机库改装了7处，增加了2丈的射程，却减少了后坐力。这是边军对战朔漠的时候用过的改装公弩。你怎么知道？当年我在军营。 替老头改装了200多把这样的弩。木棉红毕竟是被我阿爹所杀，他的寨子里不应该有边军的武器。不止，我在寻你的时候，救下了被葛大婶劫持的新兵，他们给他绑了绳结，也是边军常用的打法。你的意思是？或许，老头当年并不是为了剿匪。什么意思？ 你是说，我阿爹他？你们等我一会儿。马上就来。长公主这手法，多少带点私人恩怨。我离京时，是谁承诺会替我守好皇城的？我知道，你是因为担心我。但谢艳芳肯放你离京，必有所图。现在朝中如何？ 谢艳芳会照顾阿玉，但她需要长公主令，牵制邓毅。我把长公主令给她了。也对，你那三哥本就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。若你离京，也只有他。 能够保护好阿玉。你伤还没好，需要好好休息。早点睡吧。
们就给了我们1剑法。是我要求的。你伤得这么重，如果离我太远的话，我怎么保护你？那你想怎么保护啊？夜里风凉，伤口能愈合。别冻着。姐，你说你是不是疯啊？你咋能明知道他是谁？从来都不是表面的杀招。方才守门的小卒用白狼羽报信，说追兵已被全部截杀。若是萧巡的人，没必要自断臂膀。你还会说白狼语？在大漠的时候，我爹教我的。这世上除了他，没人知道。可若是他们演戏怎么办？萧巡的人没必要杀自己人。若是邓毅，以他的谨慎，不会选一群有救主的山匪合作，他信不过。至于你三哥，就更不可能了。不管葛大婶他们对我爹是敬是怕，但至少我爹对他们从无恶意。我还是不相信那群狼会突然改吃素。那谢统领可否愿意陪我赌一把？那若是赌输了怎么办？那至少黄泉路上有你作伴。今日信使在北曹镇驿站附近被劫，据查证乃仓木寨所为，简直岂有此理，闻所未闻呐！楚灵当年纵匪养患，只是仓木寨余孽今时今日竟敢假冒信兵窃取军情，臣恳请陛下降旨彻查，以正国法。楚将军当年奉旨剿匪，女匪首木棉红跳崖身亡后，连寨里的妇孺都未曾伤及。这等人猴，如今倒是罪名了。陛下，今日接到急报，朔漠派遣使者入云中，却遭楚将军当场斩杀。朔漠与大楚本来就摩擦不断，这当如何是好啊？两国交战不斩来使，楚灵此举必致朔漠起兵，纵匪之名可容，这引战之罪可不能赦。前有朔漠突入犯境，后有朔漠使者深夜持密函潜入楚将军营帐，这还不是刺探军机？太傅所言甚是。楚将军掌管边军几十年，固若金汤，上次差点失利，定是有细作送出布防。此等非常之时，可行非常之事。按大楚律，如遇敌情不明，可先斩后奏。楚将军何罪之有？陛下，楚将军年事已高，
边军防线屡出疏漏，还请陛下另择良将。此言非虚，朔漠蠢蠢欲动，一旦战事起，边郡确实需要提前有所准备。但至于这人选如何，还需陛下圣裁。楚将军镇守云中20载，每朔漠进犯都是铩羽而归。不知诸位选出来的人才，有几个能比得上他军功卓绝？良将非一日可得，但也不能将边郡的安危皆系于一人。谢大人不必担心，本官自会搜集朝臣们的意见，挑选出最合适的人选，赴任云中，为楚将军分忧。太傅这步棋倒是下得妙。这是沙湖哨。没错，边军专门应对骑兵突袭的警报。你嘴挺硬啊！说不说？你要不说，我就把你剁碎，扔到了山里喂狼！不要！说不说？哎，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在这办点正事啊，先不招呼你们了。交给我吧。啊？下手真好，还在叫，太厉害了！真惨！我跟你说，就这样，我们直接让他真是看不出。怎么样？他招了，他们昨天就进入了苍木岭，并且探寻到了苍木寨位置，人马今夜就会赶到，我们提前做好准备。那我得告诉我姐去。你方才那些严刑逼供的手段，也是从我阿爹军营里学的？不是的，老头主张善待战俘，不会对他们严刑逼供的。你不怕了？我有甚可怕的？我自幼在军营长大，还是见识过杀伐和血光的。这种见识不是好事，倒不如不见的。可人生在世，谁又有得选呢？我不愿杀人，可有人要来杀我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杀人是为了让自己活下去。还有我爹，我想活着见到他。我帮你杀。姐，追杀他们的是收南王世子，收群的人。小地方招待不周，都是些粗茶淡饭。望长公主海涵。你是长公主，
不对呀，你应该跟萧南郡世子成婚才对呀。你跟这小子私奔了？因为萧巡骗了我，他所求的，从始至终都只有我爹手里的20万兵权，但我不会让他得逞的，绝不。那你是楚灵的女儿，那楚灵有没有跟你提过你娘是谁？看来葛寨主对我们云中郡很是关心，连我的婚事都打听得一清二楚，也难怪这寨子里有那么多边军的痕迹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婶子不妨如实相告，当年我爹上苍木寨剿匪，到底有何隐情？没什么隐情，不过就是楚将军杀了我们仙寨主而已。那你们还对他如此在意，半点不把仙寨主的仇放在眼里吗？当年苍木寨被传骚扰边境，楚将军前来剿匪，杀了仙寨主后，得知其中有所误会，才将寨中的兄弟们重新安置。你看到的那些，不过是你阿爹的愧疚和弥补。可是恩怨已了，何必再提？你们一路辛苦，先好好休息吧，有事随时叫我。这群人不似寻常的草寇，他们说老头当年剿匪，错杀好人的故事，变得是有些许敷衍。7分假3分真吧。我相信我阿爹是真的想护着这个寨子，我也至少能够确定，他们对我们没有恶意。至于其他的，世人都有秘密，何时能够窥见，就看机缘了。望城就在不远处，过了望城，便是云中郡。等解决完萧巡的那些追兵，你就能见到你爹了。我知道，这条路我很熟悉。当年我就是沿着这条路，远离父亲，远离云中郡，远离爱我的一切，走向那个万劫不复的地狱。阿九，如果人生能够重来一次的话，是不是还有改变的机会？人生如果重来一次，阿九，以后谢府就是你的家了。娘，娘！
改变不了什么。但于我而言，确实有所不同了。你还记得我和你说过的那个梦吗？在那个梦的最后，有一个人替我杀了小雪。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？那个人是你。你替我杀了小雪，替我报了楚家的仇。但这一次，我一定要自己来，即便是偶尔心中仍存惧意，即便前路是万丈悬崖，但我也万山无阻。风霜万里踏过，人等做不到，半生飘摇，只因天涯无处停靠。星火在风起煎熬，烈焰中咆哮，大海一烧，烛火消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想深愿低头求饶。总是有风渺渺，我自煎熬，不忧余怒沧海，不问今朝。无论你今后害怕什么，不问结局，我已不论那个梦是真是假，直面它，抓住它，战胜它。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这样便不会再怕。我不怕，我和我阿爹都会好好活着。烈焰中咆哮，把寒夜烧出风萧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想深愿低头求饶。总是有光渺渺，我自煎熬，不忧余怒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已信我道。无惧路遥，流言生于浮躁，也要燃烧，指尖冲破天光一刀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断肠苦枝残烧，心一朝，偏要趁云霄，摘下傲骨血肉成鞘。星火在风起煎熬，烈焰中咆哮，大海也烧出火消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想深愿低头求饶。总是有风渺渺，我自煎熬，不忧余怒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已信我道。无惧路遥，留一生于浮躁，也要燃烧，指尖冲破天光一刀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宫阙九重暗角，只为人笑，纷纷扰扰，人间惊恐把你照照。星火在风起煎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海也烧出火消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想深愿低头求饶。总是有光渺渺，我自煎熬，不忧余怒沧海，不问今朝，
不问结局，我已心我到。不去路遥，人生已浮躁，也要燃烧。指尖冲破天光一道，让这满是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